各位，先给你一个数字，有一家公司单一季营收年增 109%， 毛利率从 37.8% 一口气冲到 50.4%。 你以为这是某家 GPU 大厂？不是，它做的是你平常根本不会注意的东西。雷射晶片、光收发模组，还有光交换器。就是说，那些 AI 概念股涨的其实是晶片算力，但真正卡住 AI 资料中心的，不仅仅是运算，还有网络传输的频宽和功耗。这期看完可能会帮助你重新理解，为什么这段时间一颗雷射晶片可能比一颗 GPU 还抢手。先讲结论，再展开。我的研究判断是 Lumentum 已经不是普通的零件供应商，它是 AI 资料中心光网络升级这场演化里另一个关键的卖铲子角色。它的护城河来自3样东西，一是磷化铟 InP 雷说晶片的垂直整合能力，二是 MEMS 光交换 OCS 技术，三是跟 NVIDIA 这种巨头的深度绑定。但是重点来了，市场早就知道这些故事了。它的股价一年涨超过 120%， 前瞻本益比处在历史高位。所以这集我要跟你拆的不是它好不好，而是好消息到底还有多少没被股价定价，这才是决定我们该兴奋还是该冷静的关键。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Edward 的公司研究频道，希望我们共同打造一个既看数据又听故事的交流社群。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研究内容，希望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分享给有需要的人。商业模式与护城河先弄清楚它在赚什么钱。 Lumentum 2015年从 GDS Uniphase 分拆上市，总部在加州圣荷西，业务分2块，第一块叫云端与网络，这是成长引擎，卖给超大规模客户 AIML 基础设施商，还有电信设备商。产品是高速光收发模组、光晶片、光交换系统。第二块叫工业技术，做固态酶射、纤维雷射，还有消费电子和自驾车用的 3D 感测 VCSEL。 商业模式上，它走 IDM 垂直整合加晶圆代工协同的 FabLite 路线，自己盖高端 InP 和盖 AS 光晶圆厂，掌握最核心的雷射晶片设计制造，把非核心封装委外。并购 Cloud Light 之后，它从卖晶片升级成卖光模组系统，附加价值整个拉高。它的护城河我帮你浓缩成3条。第一， InP 光晶片垂直整合，拥有全球顶尖的 100G、200G EML 和超高功率 CW 雷射晶片产能与良率，这是 800G1.6T 光模组还有 CPO 架构绕不开的壁垒。第二， MEMS 光交换技术，独家的 R300、R64 光线路切换器，低差损、低功耗、全透明路由，在超算集群几层替换里几乎进不去。第三，超大客户产能锁定，跟 NVIDIA、Microsoft、Google、Meta 签了联合开发和长期产能锁定协议，其中 NVIDIA 在 FY26 第3季透过认购 Series A 可转换特别股，直接注资约20亿美元，还签了多亿美元级的采购协议。最新财报拆解，好进入最关键的部分。财报，公司在2026年8月11号公布，截至6月底的第4季和全财年，我一个数字一个数字读一下。单季净营收 10.063 亿美元，环比加 24.5%， 同比加 109.3%， 这已经是连续第8季营收环比成长。 Non-GAAP 毛利率 50.4%， 上一季 47.9%， 去年同季 37.8%。 Non-GAAP 营业利率 36.6%， 去年同季只有 15.0%。 南极 AAP 稀释 EPS 3.23 美元，去年同季 0.88。 全财年 FY26 净营收 30.14 亿美元，年增 83.2%。 Non-级 AAP 净利 7.823 亿美元， EPS 8.67。 调整后 EBITDA 10.258 亿美元。
现在讲一个关键的剔除一次性因素，如果只看 GAAP 数字，会被吓到。第四季 GAAP 净亏损高达72亿美元，全财年 GAAP 亏69亿美元。但这是一次性非现金的账面损失，主因是公司在 Q4 做了大规模可转债股权化 Debt Equitization， 以 GAAP 认列了78亿美元的债务消灭损失。这一举动把长期债务整个清掉，每年省下大笔利息，对实际营运现金流零影响。所以看这家公司请看 Non-GAAP， 别被 GAAP 那颗数字骗了。那未来呢？指引也很猛， Q1 FY27 到2026年9月，营收指引 12.25 到 12.75 亿美元，中值 12.5 亿，这比市场预期高。Non-GAAP 营业利率预计 39.5% 到 40.5%， EPS 预计 4.05 到 4.35 美元。结论，这份财报和指引是超预期等级的。主要的想法一，产品与技术在兑现， OCS 业务要爆了。公司说 Q1 FY27 单季 OCS 营收会突破1亿美元，目前在手订单背书 Backlog 远超4亿美元， CPU 拿到适用于 Scale Out 的多亿美元追加订单，预计2027上半年开始大规模交货。蹦普雷奢受跨资料中心需求带动，未来几季出货要4倍成长。它的产品矩阵铺满了 Scale Out、Scale Up、Scale Across 3个层次，从机柜内到跨资料中心它都在做。二，客户与筹码强，但要有警觉。机构持股超过 90%， 前10大里 Vanguard 11.24%， BlackRock 10.07%， 还有 Fidelity State Street 这些。但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点，近3到6个月 CEO、CFO 全球业务总裁在高点850到1000美元区间，合计卖了数千万美元股票。查过 Form 4，绝大部分是股权激励归属后的10:5比1预设卖出或税务扣缴。CEO 至今仍持有近1亿美元部位，所以不是清仓跑路，但内部人在高点获利了结这件事心里要有数。三，治理与地缘红利。2026年5月，它正式纳入 Nasdaq 100，这是资本市场对治理的认可。更关键的是地缘。8月初，美国 FCC 正在草拟新规，你禁止美国资料中心导入中国厂商生产的光收发模组，如果落地，北美4大云端巨头的订单会从中国厂转向 Lumentum， 它的 Cloud Light 主要产能已经移出中国，和 Coherent， 这正是8月第1周股价急拉的核心催化。这是一张还没兑现的看涨选择权。反方观点讲完，多头我必须给你说一下空方，不然容易忽视风险。空方有3个最有利的逻辑。第一，前瞻本益比已经在历史高位，任何一季的微弱失误都可能引发估值修正，这不是危言耸听，是成长股的通病。第二，高功率列奢晶片供不应求，需求超出产能 30% 以上扩产，若不如预期，业绩兑现会被卡住。第三，那颗72亿美元的 GAAP 亏损虽然是一次性的，但会误导部分量化模型，造成筹码松动。我认同成长确定，但估值已经不便宜这个矛盾。很明显它是好公司，但现在买进的胜率高度取决于产能爬坡和 CPU， 实际出货能不能跟上股价的期待。有3个重要的讯号值得关注，如果出现其中之一，市场多头的叙事会降温。一，如果 Q1 指引没达到。2，如果 Non-GAAP 毛利率跌破 50% 这道分水岭。3，如果超大客户的 AI 资本支出进入消化期，只要其中一个发生多头叙事，就要降温。我的考虑，我先分享一下我的框架，再次强调，非投资建议，估值模型的假设比较激进，营收 CAGR 73%， WACC 9.5%， FY27 EPS 18.51美元，DCF 算出的每股隐含价值约
1124美元。PE 乘数法给55到65倍基准目标价1018，乐观1203。现在810到890的股价，可能还有25%到40%安全边际。但我认为这个安全边际是建立在产能和 CPO 都顺利兑现的前提上，前提一旦松动，边际就没了。我会看3个触发信号当作风险开关：股价跌破200日线，768产能爬坡落后，地缘禁令没落地却被当成既成事实。好，总结一下 Lumen Templeton 的故事本质是 AI 算力的瓶颈正从晶片转向网络传输，而在光网路这条赛道，它用硬 P 晶片 MEMS 光交换，还有 NVIDIA 的20亿美元绑定，筑起了一道很深的护城河。财报强，指引强，订单强，但股价也已经把很多好消息先吃了。所以回到开头那句话，当大家都在抢 GPU， 真正安静收割的是背后卖类奢晶片的人。如果你觉得这集帮你把这家公司看透了，请按下那颗赞，让推荐演算法把这种硬核工、英链研究推给更多需要的人。本研究仅供讨论分享用途，不适用投资建议。订阅这个频道之后，我会持续拆解 AI 基础建设底层的隐形冠军，谁在供应链里真正卡位，谁只是跟风。你不会想错过下一集。最后留一个问题给你，你觉得 OCS 光交换器会全面取代传统电交换机，还是只会停留在顶级客户的私有架构里？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我们评论区见。